一睁眼，我成了叶婉婉。昨晚还在追更的小说里，那个死得最惨的恶毒女配，脑袋嗡嗡作响。只记得小说里我的结局是国公府因我满门未可，大火烧了3天3夜，而那个大夏最有才华的少年谋士顾燕生，把我扔在雪地里数月，每日靠几口米汤吊着。我被活活冻死后，被他丢到乱葬岗，死无全尸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我差点把苦胆都吐出来。突然，我感觉脚下有东西在动，一低头，眼前的场景令我头皮发麻。我坐在一间奢华却略显阴森的房间里，脚下正踩着那个大夏最有才华的少年谋士顾燕生。他衣衫褴褛，遍体鳞伤，那张脸上毫无生机，却依然俊美的让我惊心动魄。只是那双看向我的眼睛黑沉沉的，像淬了毒的寒潭，没有一丝光。这就是顾燕生，未来权倾朝野、心狠手辣的黑化男主。而现在，他正被我踩在脚下。书里的叶婉婉是国公府嫡女，性格骄纵，善使毒。她痴恋门客中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少年谋士顾燕生，告白后求而不得，便给他下了毒，又挑断手筋，让他再也拿不起笔，成了废人，囚禁在这阴湿冰冷的偏院，日趋夜入。可是，在数枚白月光的帮助下，顾燕生逃离国公府，投靠了三皇子。三皇子野心勃勃，却不受待见，与我国公府太子一党宿敌多年。在顾燕生的帮助下，不过3年，太子被废，三皇子登基。掌权后的顾燕生只做了一件事：杀国公府满门，把原主虐待致死，以报当年囚禁屈辱之仇。我的胸前被寒湿了一大片，额头、手心全是汗。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，反派自救系统激活。当前男主黑化进度99%，警告：当黑化度达到100%，宿主将提前解锁大结局。什么？提前解锁大结局？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耳边炸开。顾燕生的脑袋上凭空出现一个黑色的进度条，99%的红字刺得我眼疼。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这跟直接宣我死刑立即执行有什么区别？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几乎是触电般把脚收了回来。死腿别抖。按照原著，此刻的我应该因为顾燕生不肯屈服，正准备用烧红的烙铁给他身上再添个印记。我瞥见旁边火盆里那烧得通红的东西，腿都软了。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，立刻，马上。系统，现在怎么办？救命啊！新手任务发布，增加男主好感度，将男主黑化进度降低至0%，宿主可解锁安全奖励。我看着顾燕生那恨不得将我剥皮抽筋的眼神，心里叫苦不迭。你看他像是对我有一丝丝好感的样子吗？可是求生欲压倒一切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最温柔、最无害的笑容，蹲下身，试图解开他身上的锁链。那个顾燕生是吧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这就给你松开。我的手还没碰到锁链，他猛地偏头躲开，眼里的厌恶和警惕几乎要溢出来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哑的冷笑。小姐这是又想到了捉弄臣的新把戏。我是彻底明白了，任何看似善意的靠近，在他眼里都是更恶毒的捉弄。原主把他伤得太深，信任早已荡然无存。看我盯着他打量，他似乎明白了，脸上划过一丝苦笑，自觉地躺到地上，一副死了算了的样子，张开双腿。我动不了，你自己动吧。小姐要是满意了，就给我个痛快。我愣了一秒，终于看懂了他的意思，瞬间满脸通红，耳朵发烫，赶紧拿起旁边的长衫给他盖上。他的眼里有些困惑，来硬的不行，来软的更糟。我急得团团转，看来我是非死不可呗。目光扫过他苍白的唇角和干裂的皮肤，忽然灵光一闪，对了，水。原著这时候的顾燕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3天没有进食，脱水严重。我赶紧爬起来，冲到桌边，手忙脚乱地倒了一杯水，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端到他面前，尽量离他远一点，把杯子放在他够得着的地上。你先喝点水吧，我不碰你，真的。我声音都在发颤，我是真不想死。顾燕生死死地盯着我，又看看地上的水，眼神复杂，充满了不信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紧张地盯着他脑袋上的进度条，生怕他突然到100%。就在我快要绝望时，他终于动了。他极其缓慢地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水杯，然后猛地端起来，一饮而尽，动作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。黑化进度下降至98%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虽然只降了1%，但总算是个好的开始。我叶婉婉前世卷生卷死，最后猝死在手术台上的牛马医生，穿成了小说中的恶毒女配。原主满门被黑化男主所屠，自个儿也惨死乱葬岗。穿书后，我主打一个能屈能伸，保命吗？不寒碜。第2天，我端着亲手熬好的药膳，推开顾燕生的门，只见榻上的顾燕生闭着眼，长睫在苍白的脸上投下阴影，那乖顺又倔强的模样，当真令人心疼。结果下一秒，他就敲碎了我的圣母心，
大小姐今日换玩法了，这碗里的石川长毒还是石骨散，或者是能让臣更听话的玩意儿。顾燕生嘴角那点笑又冷又呲，他黑沉的眸子像淬了冰的刀锋，刮得我头皮发麻。顾燕生喝药，他把头撇向一边，并不领情。也是，原主以他试毒，每日承受钻心蚀骨之痛，又下了缠绵蛊，要与人缠绵解脱。他每犯病时，又不得不爬上仇人的床榻，俯首称臣，怎么可能还对我有好脸色？我喝了个碗里黑乎乎的汤药，拿出在三甲医院哄最难搞的病人的口吻说：“是解毒的，你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把你毒清完，腿治好，送你离府。我要给你施针。”我掏出一包金针铺在地上，然后去解他的衣服。他双手死死抓住衣服，眼神里全是警惕和不信任。这解毒于我是在求生，于他恐怕只是另一场为之折磨的前奏。喝了药，是不是觉得身体舒服了些？我开启新话题，转移注意力。你想离开这吧，那就乖乖躺着，让我给你解毒。你现在除了信我，也没有别的法子走出去了，不是吗？他迟疑片刻，把手从胸口拿开，躺了下来。我解开他的衣服，那场景触目惊心。只见他雪白的薄肌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有被原主打的，也有被毒性扩散毁的，新伤盖旧伤，天才谋士被折磨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。我黑化才怪！我的手情不自禁抚摸那些伤口，眼眶湿润。下一秒，他拽着我的手扔到一边。不是要施针吗？这是干嘛？猫哭耗子！黑化条噌的跳到了98%，系统风险提示狂响。我冤枉啊！我熬了1夜的药，才下降1%的黑化条啊，这下全白干了。看来男主对我的身体接触已经反感到了想杀人的地步。我瞬间清醒的想给自己2巴掌，美色误我，贪念害人啊！不许再对男主有非分之想了。1针2针，我按照原主记忆中的解毒方，当针尖刺进他胸膛时，他身体猛地一颤，压抑的闷哼从唇齿间流出。施完针要留1炷香的时间，我看着他紧闭的眼眸，即使落魄至此，这张战损脸的轮廓依旧悠悠的跟个男明星似的，好想亲啊！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抽搐了一下，紧接着身体不受控制的发颤，额头上渗出大量虚汗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顾燕生，我立刻上前，一把扣住他冰凉的手腕，凝神吸气，呼气。他猛地睁开眼，眼底一片猩红，眼神没有焦距，充斥着被毒性激发的癫狂和痛苦。他下意识想甩开我的手，力道大得惊人，伸手就要拔身上的针。别动！我用尽全力稳住他的手腕，相信我一次，就这一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颤抖慢慢平息，呼吸也平稳下来。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。药浴的蒸汽在偏院里晕开，我指挥着2个粗使婆子将半人高的柏木浴桶安置好，桶内深褐色的药汁翻滚着热气。顾燕生被丫鬟搀进来时，小姐，这是厌倦了渣尘，该炖汤了。我懒得跟她解释，示意婆子退下。进去。我严谨一干，这药浴能通经络，对你腿上的旧疾也有好处。她站在桶边没动。不知这次小姐又想从臣这里得到什么？想要你赶紧痊愈，滚出国公府。她冷笑一声，乖乖坐在桶里，单薄的中衣泡在水中，紧实的线条若隐若现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看小说时就最馋这位谋士大人禁欲又脆弱的美色，今日亲眼看见，果然极品。大小姐真是刷新了臣的认知底线，难不成要在这里对臣做什么？可以吗？我不自觉地吞咽口水。他一挥手，水溅我一身。无耻！黑化条噌的跳到99，我错了，顾燕生，我是真想救你，你信我一次。信，比如有时猫捉老鼠，不为果腹，只是享受猎物濒死恐惧的乐趣。这天没法聊。突然，顾燕生浑身红温，直冒汗，2只手拼命在脖颈胸前抓扯，衣服散开。叶婉婉，你在这药汤里加了什么？你在这药汤里加了什么？一些活血驱毒的药草啊。可他那样子，并非毒发，也非痛苦，而是顾燕生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了一层绯红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配药时放了几株热性的毒虫，本是想给他治疗腿上的寒疾，对常人无害。但若是对中了缠绵蛊毒的人来说，就是火上浇油。我话音未落，顾燕生已经把我拽到桶边。你又用这招？叶婉婉，你真下贱！他一边克制一边骂：“你冷静一点，我去给你找清热解毒的草药。”来不及了。他一把将我拽进药桶，我完全猝不及防，整个人被他拽得失去平衡，脸颊几乎贴上他滚烫的胸膛，整个人浸泡在桶里，被他死死按住。老天爷啊，这活也太危险了，一会没命，一会没清白的。什么破小说，谁才是反派啊？系统，我要出去。连泡了几天药浴，黑化进度条依旧稳如泰山的停在95%。我盯着顾燕生轮椅上晒太阳的背影，今日想法子给他治病，哄他吃药，搞得我心力交瘁，宛如那些年在三甲医院当牛马的日子。这日午膳，我没像往常那样凑近喂他吃饭，只将食盒放在离他8丈远的石桌上，
语气尽量装得漫不经心。顾燕生，你这毒清的差不多了，腿上再养几日也能下地。我看你该琢磨琢磨出府后的事了。他淡淡嗯了一声，不是，我都说让他走了，这进度条怎么也没个动静。我硬着头皮继续，以前是我对不住你，等你大好，我让人送你出府，金银盘缠少不了你的，足够你安身立命。就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哦，他饶有兴趣地回过头，顺势把轮椅调整了个方向。等我继续说下去，我给你造成了很大伤害，你怎么拿我撒气都行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为了救你，我也是日日针灸，夜夜熬药，还给你搓澡。顾燕生眉头紧皱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您走以后，他日若是发达了，能不能饶我和我的家人一命？求你了，我在心里哀嚎，让我给您磕一个都行。顾燕生的嘴角挑起一抹冷笑，我一个寒门谋士，怎么动得了你有太子撑腰的国公府嫡长女呢？我吓得服输，这是原主囚禁他那日说的话，现在原封不动啐我脸上，恨意不说自明。他杀定我了。他滚动着轮椅到石桌旁，吃饭。我立马把食盒打开，摆好饭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喂我。手不是好了吗？怎么还让我喂？我心有不满，但不敢说。为什么肯放我走？他问。如果我说怕他黑化杀我，他肯定不信，搞不好还以为我有别的目的。我试着模仿原主那骄纵的口吻，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我看腻了。我可是国公府大小姐，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干嘛天天对着你这张臭脸？跟你相处这么久，我也看明白了，你这人除了才华一无是处，一点也不适合当对象。对象是什么象？忘了他不是现代人。夫君，伴侣的意思，反正跟你待一起特没劲，你赶紧走吧。没劲。他喃喃道。话音刚落，那进度条像被无形的手拨动，猛地向前跳了一大格。99%，不是，怎么又涨了？放你走还不高兴？他似嘲弄般地说。小姐终于对臣厌弃了。对，厌弃。这下你该高兴了吧？我偷偷的观察，他脸上竟看不出半分喜悦，反而带着失落。我正在院子的摇椅上，为怎么把黑化条降到零愁的薅头发，就听见院墙根下两个洒扫丫鬟的窃窃私语。这小白脸还以为能飞上枝头呢，没成想这就被小姐厌弃了。就是废人一个，昨儿送去的晚饭馊了，他也吃了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杀我全家的黑化男主你们都敢苛责，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我转身冲进偏院，果然顾燕生的床头摆着一碗馊了的米饭，屋子里的炭火也许久没添了。下人这么对你，你怎么不说？一个被主子厌弃的人，说话有人听吗？把今天当值的所有经手过偏院膳食的下人都给本小姐绑过来。我极度暴躁，院子里很快归了一排人，管事婆子还在狡辩。小姐，是您说厌弃了那位，老奴以为……你以为我抓起那碗馊饭，直接摔到他脚边，此片四溅。本小姐的人，就算我不要了，也轮不到你们作践。拖下去，每人重打20板子，扣3个月月钱。再让本小姐发现谁阳奉阴违，直接发卖出去。处理完恶奴，我亲自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送到顾燕生嘴边，像哄孩子般。底下人不懂事，已经处置了，你要多吃点，身体才好得快哦。他缓缓抬眸，有些诧异，我被他看得不自在，硬着头皮解释。听着，顾燕生，在你滚出国公府前，你还是我的人，有什么需求尽管提，本小姐都满足你，别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系统检测到男主黑化进度下降至90%，宿主解锁新奖励。深夜，我正对着一桌刚解锁的奇物发愣，强效消炎药、速效退热丸、急救抗生素、肾上腺素，这些好东西怕是皇宫大内都见不着。熟悉的药草味飘来，是顾燕生，他不是该在偏院瘸着吗？怎么跑到这来了？难道他的腿早就好了，在装瘸？我赶紧爬上床装睡，想看看他装瘸留在国公府的目的。顾燕生推门而入，脚步声停在床边，我的被子被掀开一角，随即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指尖顺着发丝滑到颈侧，我浑身僵直。他想干嘛？染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吗？那手指缓缓下移，摸到我的领口，竟在解我的衣服。他这是缠绵蛊毒又犯了吗？不应该啊，余毒清理的只剩2、3，许久没犯病了，况且往日犯病都是原主引他就范。他的手还在我背上游走，我的温度急剧上升，头脑发热。之前看小说时
就很吃男主的颜帅，强惨谁不爱啊？转念一想，这是在小说里，就算跟男主发生点什么，跟现实里的我也没关系吧？思路打开，我转身拽住顾燕生的领口，一把把他拽到床上抱住。黑暗中，他低声冷笑，几乎是贴着我的耳廓问：这就是小姐说的厌气吗？你试探我。我瞬间清醒，一股被戏弄的羞愤直冲天灵盖，但更多的是尴尬。谁懂啊？一次外向换终身内向。他一手掐着我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撑着身子，控制的我不得动弹。我挣扎着想推开他，才发现他平日的柔弱都是装的，可有劲了。顾燕生，你敢戏弄于我？戏弄？他凑得更近了。臣不过是想知道，小姐近日这般反常，究竟在筹谋什么？我说了，厌气了，想让你滚出国公府了。厌气？那这些反应是什么？说完，他的手又在我身上游走，索性整个人钻到被窝里。不是，什么反应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送上门，我不睡白不睡，很奇怪吗？又不是没睡过。说完，我真想给自己2巴掌。我只是有点恼羞成怒，他跟原主睡过，但我是清白的。那你还说我除了才华一无是处，没劲？什么？他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？一句无心的话，他竟记了这么久，这就是男人的胜负欲吗？不是，他的动作更大了，床他摇摇晃晃，说话却是咬牙切齿的。你给我下那种药，逼着我羞辱，我给你俯首称臣。3年了，我受尽屈辱，到头来说我一无是处，没劲。大小姐，你可真是把我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啊！完了，我闭上眼，不敢再看他头顶的黑化进度条，随时准备迎接灭顶之灾。突然，我的衣服被扯下，他灼热的肌肤将我覆盖住，举手投足间带着报复性的粗鲁。他是在发泄这些年的屈辱，在报复我吗？我的大脑失去意识，身体却还在清醒的沉沦，恍惚间瞥到他头顶的进度条，如同被狂风吹动的烛火，剧烈摇曳，最终骤然跌落一大截。黑化值85%。自那夜报复我后，顾燕生的黑化进度条很是平稳。1月之期到了，我拎着盘缠推开偏院的门。昨日刚下过大雪，顾燕生站在树下，墨发长衣，晨光勾勒出他修长挺拔的身影，好不迷人。顾燕生，你的毒和伤都好了，这是盘缠和路引，我来兑现承诺，你自由了。大小姐对臣当真再无他求，无条件放我走？当然有条件。我立刻摆出讨好的模样。咱不是说好吗？他日你出人头地，留我和国公府性命吗？没有别的了，不会再把我抓回来囚禁了。我突然想起，原主曾几次3番假意让他走，其实是想他主动留下，结果他真的走了，气得原主抓回来，折磨得更狠了。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抓你回来的，我已经招了好几个面首，就等你走了给他们腾地方呢。偏院才5间房，2人1间我都安排不下。你……突然，系统风险提示狂响，顾燕生头顶的进度条竟毫无征兆地跳动到90%。系统检测到男主黑化进度异常上涨，反派危险，反派危险。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少爷？自由了也想黑化？男主脑子是不是被原主折腾坏了？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一阵嘈杂难听的议论。听说那姓顾的被大小姐玩腻了，撵出去了。他还死缠烂打，晚上偷跑到大小姐房间下跪献身。看他长那样，就不像个正经人，什么谋士？我看进国公府就是为了勾引大小姐。我刚想把这几个碎嘴子抓来打一顿，一个温婉却带着怒意的声音响起：“都给我住口！”是庶妹常韵，也就是原小说里的女主。她穿着一身素雅长裙，走到顾燕生身边，对着那些嚼舌根的下人厉声斥责：“国公府何时轮到你们在这般搬弄是非，欺辱客人，还不快向顾公子道歉？”下人们慌忙退下。叶长韵又说：“顾公子，您受委屈了，我姐姐她性子骄纵了些，常韵代她向您赔罪。”说着，她微微屈膝，行了一礼：“这3年，我日日向爹爹求情，放您出去，直到今日，爹爹才说服了姐姐，顾公子受苦了。”不是，你每天忙着参加京城贵人们的聚会，哪有为顾燕生求过情啊？我说大小姐怎么突发慈悲，放我走呢？原来是二小姐在为我苦苦求情。顾燕生轻蔑地看着我，紧接着让我更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。他头顶刚刚才涨到90%的黑化进度条，咔嚓一下
掉到了80%，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吗？我拍手叫绝，早知女主几句轻飘飘的话就能阻止黑化，我何苦卖命啊？他看向常韵的目光却很温柔。早就听闻国公府二小姐知书达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一般。常韵温婉一笑，公子过誉了，保重。顾燕生最后看了我一眼，他动了动嘴唇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国公府。转眼，顾燕生已离府3个月。听说顾燕生自遇到常韵后，二人同进同出，发展迅速。这天，我正在集市上买药，听到2个婆子拉家常。京郊来了位瘦弱公子，长得真俊俏。一个病秧子，俊俏有什么用？听说是被国公府大小姐玩腻了赶出来的。现在又攀上了二小姐，可惜快死了，没那个入赘豪门的命。谁快死了？我一把揪住说话的婆子。顾，好像是姓顾的公子。他在哪？京郊顾府。我转身向京郊跑去。到了城外别院，已是天黑，里头一丝光亮也没。我推门进去，美味扑面而来。榻上的顾燕生裹着薄青，脸色比窗外的月光还白。听到动静，他费力地睁开眼，看到是我。大小姐是来给臣收尸的。怎么离开我，把自己搞成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？我嘴上骂着，手却飞快打开药箱，探了探他的体温，40度。再握住他的手，凉得像冰块。他下意识想躲，被我死死按住。别动！我掏出系统奖励的抗生素、消炎退烧药，给他服下。你救急在身，要好生休养。以后每日我来给你打点滴换药。他突然抓住我问：大小姐这是舍不得臣死吗？我的心里一惊，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，嘴上却不饶人。你的病因我而起，我可不想欠你条命。说完落荒而逃。一个雨夜，我拎着药箱踏进顾府别院，刚一进门就听见门内传来顾燕生和常韵的欢声笑语。原来他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只是讨厌我罢了。我推门时，叶常韵正给顾燕生喂药。姐姐来了。他转头一笑，手还搭在顾燕生肩头。燕生哥哥嫌药苦，我真哄他呢。我从未见过顾燕生如此放松的样子。对了，明日我们去西郊踏青，姐姐要来吗？算了，姐姐这么无趣的人，每日只会围着毒蝎长蛇转，对这种事肯定不感兴趣，只能委屈我陪顾哥哥散散心了。他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唧唧歪歪。要我说啊，女人无才便是德，你救了那么多穷苦人有什么用？还能嫁个如意郎君不成？不像我，只要顾哥哥一个人开心，只围着哥哥一个人转。你要是说完了，就出去吧，我要扒了裤子给你的顾哥哥打针，你要看吗？姐姐，你真不知羞耻。叶常韵红着脸冲出门，常韵一走，顾燕生立刻没了笑容。有劳大小姐又跑一趟。你的旧疾还没痊愈，不能去西郊受寒。没事的，常韵喜欢，我陪她走走。毕竟她这几日担心我的身体消瘦了许多，我不想欠她的。这就心疼了，为了白月光，命都可以不要吗？我给她换好腿上的膏药，打上点滴，收起药箱离开。以后我就不来了。顾燕生的药丸趴掉到地上。为何？你都能去西郊吹寒风了，你自己不要命，我上赶着治什么？大小姐这话有点酸啊。他得意地笑着。对，我就是酸，凭什么？我抓住顾燕生的领口，大冷天我风里雨里来给你换药治伤，你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色。在国公府的时候，我日日熬药、针灸、药浴，喂你吃饭，哄你高兴，到头来不如叶常韵几句轻飘飘的话有效果。我重重地捶了他一拳，下次腿疼发热，让常韵撒娇给你治吧。我刚要走，被顾燕生一把拽回，一个踉跄，倒在了他怀里。他毫无征兆地吻了上来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不自觉地闭上了眼，迎合他的举动，心中的不满得到发泄。突然，系统风险提示狂响，我吓得赶紧退到门口。大小姐对我的占有欲真令人讨厌。你又以身作饵试探我。兵不厌诈。他得意地笑着。我注意到顾燕生的黑化值从60涨到了70，果然，只要顾燕生察觉到我的喜欢和占有，就会黑化。我不能再见顾燕生了。自从我不见顾燕生后，常韵每日陪着他，黑化值已下降到30%，而我坐收渔翁之利，解锁了一堆系统奖励。最近这不专心研究以毒攻毒治疗手册呢，发现研究毒术比研究男人有趣多了，而我也成了全府上下的八卦中心。那群下人整天交头接耳，
说我换口味了，不玩男人了，改玩毒虫了。大小姐昨天用蝎子熬药，把厨娘吓晕了。这算什么？前天马厩那个快死的小子喝了他的毒疤药，居然活蹦乱跳了。今天更绝，大小姐不知道从哪抬来个浑身烂疮的乞丐，人都断气了，竟用毒术给他治好了。你们在这儿说什么呢？门外传来我爹呵斥的声音。他走进乌烟瘴气的制药房，被呛得直咳嗽。我赶紧给他戴上口罩。爹，这气体都是有毒的，你又不是我这种百毒不侵的圣体，快出去吧。老头子看着满屋子的蜈蚣草虫，还有大蛇，吓得哆嗦，不敢置信地问：你就是用这些东西把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治好的？对啊，您怎么知道？哎呦，你的佳话传得满京城都是。国公府大小姐靠以毒攻毒治病救人，还不收钱。国公府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所以我治病不收钱，而且只免费救穷苦人，贵人翻倍。以前在三甲医院看到太多为了治病倾家荡产的底层人，可惜那时我只是普通牛马，做不了什么。现在穿书到国公府，当然要完成自己悬壶济世的理想了。能看到你这么懂事，我也放心了。库房药材你随便用，我女儿高兴就成。说完，他露出老前锋的笑声，一转身，顾燕生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走过。他来国公府干什么？我正对着一篓刚送来的毒蜈蚣记录药性，窗外忽然暗了下来，不是乌云，是遮天蔽日的蝗虫，嗡嗡声震得人心发慌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管家连滚带爬冲进药炉。京郊蝗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快吃不上白米了。老爷接到急诏，正发愁呢。我丢下蜈蚣就往书房跑，父亲果然愁眉不展。陛下命我主持赈灾，可蝗虫岂是人力能挡？爹，让我去。父亲和一旁侍立的常韵都愣住了。姐姐，灾民易暴动，您可是家中长女，娇贵得很。正因为是长女，我更要为父亲分忧。我迎上父亲欣慰的目光。蝗虫亦是虫，我用毒虫配药，既能杀虫，又能医治被蝗虫所伤的百姓。父亲将信将疑，但灾情紧急，终是点了头。我转身离去，却听常韵开口：爹，女儿也有一事相求，女儿心仪顾公子已久，恳请爹爹成全，将我许配于他。原来顾燕生来国公府，为了跟庶妹提亲啊！我险些忘了，他们才是男女主，我只是恶毒女配。父亲烦躁的一挥手，茶盏摔倒地上。蝗虫都快把天遮严实了，京城灾民遍地，粮食一天一涨，你在这儿添什么乱啊？常韵被当众训斥，红着眼冲出书房，跑上前拦住我：姐姐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看不得我和顾公子好，才跑来搅黄婚事。我看着他这副恋爱脑的模样，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想笑。常韵，你了解我的，我要是存心捣乱，直接把顾燕生抓来就是了。用得着挑爹为灾情急上火的时候往枪口上撞吗？他被噎得不说话。你看看外面，我指着昏黄的天气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多少人要生病挨饿，那才是会死人的大事。你是国公府二小姐，实名俸禄，不该为民解忧吗？他羞愧得满脸通红，擦了擦眼泪说：知道了。我快步离开，经过庭院时，瞥见顾燕生站在长廊下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般打量着我。我正蹲在田埂上给一个手臂受伤的农妇涂药膏，突然背后传来顾燕生的吼声：大小姐小心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只手猛地推开。扭头只见顾燕生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单手拧住了灾民的手腕，那人手里攥着把明晃晃的匕首。就是你，用毒害死了我的妻儿，拿命来！说着，他捡起地上的匕首刺过来，划破了我的胳膊。顾燕生一脚把他踹出去老远，摁倒在地。你是谁派来的？顾燕生呵斥道。我惊魂未定，刚要爬起来，胳膊一阵刺痛。顾燕生把刺客交给赶来的护卫，看见我胳膊上鲜血直流，立刻拿出手帕给我包扎。刀上有毒。他毫不犹豫地趴在我胳膊上，吸走伤口上的毒。可我是百毒不侵的毒师啊，他知道的。我没事，我想抽回手，却被他攥得死死的。他似乎终于反应过来我有特殊体质，慌乱地给我包扎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会专门来保护我的吧？想得美，路过。他语气硬邦邦的。骗鬼呢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他能路过哪儿去？包扎好，他也没松手，别扭的样子有点可爱。谢谢你啊。
他闷闷地嗯了一声，转身离开。我看到他头上的黑化进度条只剩下30%，看来是白月光的求婚见效了。我冲进祠堂时，常运正跪在蒲团上抽泣，父亲气得脸色铁青，顾燕生也在。爹，蝗灾还没治完，这又闹哪出？你问他。父亲指着常运，竟买通灾民行刺亲姐，我们叶家怎养出这等孽障？常运猛地抬头，鼻涕眼泪糊了满脸。我只是找人吓唬他，阿姐百毒不侵，又不会真死。他突然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姐姐，我在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快给我求求情啊！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我是不会死，但受了伤，耽误救灾，那些灾民怎么办？几条烂命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国公府赈灾，他们本来就是要死的。我还没来得及争执，父亲一巴掌扇到常运的脸上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不识大体的女儿？这话要是传到圣上耳朵里，整个国公府都要给你陪葬。你在祠堂跪上3天，好好反省。常运哭得更大声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？还不是被你逼的。他指着顾燕生哭喊。他拒绝了我的求婚，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。阿姐，你不是玩腻了吗？怎么我一喜欢就要跟我抢了？顾燕生打断我，跟大小姐没关系，是我配不上二小姐。这话像捅了马蜂窝。常运抓起桌上的供果就往他身上砸。你是不是喜欢姐姐了？这些天总偷偷跟着她，当我没看见吗？我震惊地看向顾燕生，跟着我。都闭嘴！父亲一声呵斥。常运禁足1月，顾公子既然无意，以后不要来国公府招惹小女了。说完，父亲气呼呼地走了。常运突然抓住我手腕，姐姐，我错了，从今日起我们公平竞争，我再也不搞这些小动作了。你去跟爹爹求求情，1个月见不到顾公子，我会死的。蝗灾还等我收尾，你们俩的事我就不插手了。次日，我刚把治蝗虫的药箱收拾利索，常运就趾高气扬地走进我院子。你不是在罚跪吗？怎么跑我这来？当然是给你带来好消息呀。常运的樱桃小嘴一上一下，让我如遭雷劈。宫里来圣旨了，三皇子请旨赐婚，要我嫁给廖将军。廖将军，那个镇守边关连克3城的常胜将军，我记得原著里他是三皇子心腹，但和我从无交集啊。原来是三皇子在奏折里夸我治皇有功，有母仪天下之风，请求皇上赐婚，犒赏廖将军攻城之苦。这哪是赐婚，这是逼国公府重新站队。我心头一沉。是了，原著里此时顾燕生本该黑化投靠三皇子，成为他麾下的谋士，可如今他迟迟未去，还是我国公府门客，三皇子便想把国公府绑车。剧情竟因我阻止男主黑化改变了走向。爹也着急忙慌赶来，常运突然跪下，装腔作势地说：爹，让我替姐姐去吧，廖将军威名赫赫，也不算委屈。胡闹！你一个庶出，想害死国公府不成？圣旨点名要国公府嫡长女。我忽然想起原著里顾燕生投靠三皇子后的剧情，太子被废，顾燕生的布局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太子不争气，放着太子妃不要，竟喜欢上叶花魁，整日厮混于青楼，私挪国库打赏歌妓，被众臣联名上奏后，又动私刑杀了参他的大臣之子，这才引起众怒，被废了太子之位。我算了下日子，约莫下月太子就要与那花魁一见钟情了。如果国公府继续跟随太子一党，很难不受牵连。既然此时三皇子投来橄榄枝，我接着便是我家。父亲和常运惊呆了。闺女，你都没见过那辽将军，况且三皇子心狠手辣，他麾下可没有省油的灯。伴君如伴虎，爹爹辅佐皇上这么多年，不也过来了吗？心狠手辣的将军和百毒不侵的毒师，怎么不算般配呢？是夜，库房堆满了辽将军送上门的聘礼，我正对着一地的金银珠宝欢呼。本牛马活了小半辈，没见过这么多钱，突然一只手把我拽走，酒气扑面而来，顾燕生把我抵在货架上，高挺的鼻尖顶在我脸上，我心跳停滞，大脑空白，呼吸沉重，肾上腺疯长。为什么同意联姻？他问。为了家族荣耀。别说这种鬼话，你是什么人我最了解。你不乐意的事，全世界死光你也不为所动。那怎么了？人是会变的，嫁谁不是嫁？为什么不能嫁给大将军呢？叶婉婉，你就这么缺男人？几天没男人都不行是吧？顾燕生撕开我衣领，暴力的吻落在锁骨上。你疯！我推他，反倒让他锁住了手。他扣住我后颈，
屈膝顶地，把我困在他与货架之间。被强迫的滋味好受吗？他一边发了疯的亲，一边问：“还要报复我？到什么时候？”顾衍生停下了动作，一副委屈的要哭的样子。为什么？你想要我的时候，就把我抓起来囚禁3年，厌倦我了，就把我推给别人，转头当你的将军夫人，凭什么？你的嘴流血了，是我刚刚不小心咬的吗？系统检测到男主黑化进度20%。廖家的定亲宴上，廖征心不在焉地应付宾客，他全程板着脸，直到腰间玉佩被送饭的小厮撞落。我顺势捡起脚边的玉佩，这玉做工并不精细，不是什么贵重之物，但被保养的光滑锃亮，没有一丝划痕。他一把夺回去，在身上反复摩擦，这玉佩很特别。大小姐说笑了，寻常之物而已。转身，他向西北方干了杯闷酒。3日后大婚，洞房花烛后，我又要去边关了。进京这一路，我听了不少大小姐治病救人的传闻。你不该嫁给我，误了自己。唉，嫁不嫁的我说了哪算啊？我心中窃喜，你不回来更好，我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罢了。突然，醉醺醺的顾燕生倒在我肩上，搂住我的腰，当着满堂宾客的贴着我。廖将军可知，你未婚妻第一善用毒，第二善养男宠。他手指滑进我衣领，你前脚去边关，后脚他就能把10个我这样的面首养到廖府去。你要是不同意，他敢毒死你。顾燕生，你喝醉了。廖将军别听他胡说。顾燕生竟露出一副谄媚的样子，还假惺惺地哭起来。大小姐，奴说的不是实话吗？怎么有了大将军要抛弃奴了？是谁18岁就跟了你？廖将军战功赫赫，不是你能开玩笑的。我肘击他肋骨，放开我！他却像个牛皮糖一样贴得更紧了。顾公子，你这样当众毁大小姐清白，真是下作，枉为男人。我下作？廖将军不会以为你要迎娶的是个黄花大闺女吧？说着，顾燕生撩开自己的袖子，满是伤疤的胳膊露出来。全是你这未婚妻的杰作，这样的伤我身上还有几百处，你要看吗？我啪地给了顾燕生一巴掌，拦下他要解开腰带的手。他喝醉了，我先带他回去。我拉顾燕生到没人的后院，问他要干什么。毁了我没关系，可宴会上都是皇亲国戚，他是要毁了国公府吗？在我没有报完仇之前，你谁也别想嫁。叶婉婉，我要你跟我一起发烂发臭。次日清晨，廖征竟带着个金钗不群的姑娘闯进我院子。那姑娘腹部微隆，腰间带着另半块鸳鸯佩。叶姑娘，廖征突然单膝跪地。阿阮是边关医女，救我性命，如今怀了我骨肉，求你成全。我突然明白这场联姻的本质，他需要国公府女婿的身份，帮三皇子笼络权臣。我也需要拉拢三皇子，保住国公府。少将军，我冷笑，成不成全的，我说了可不算。抗旨要诛9族的，你还不管自己的死活，也想想家里那110口人吧。不过我话锋一转，你愿为这个姑娘放弃多少呢？全部，只要不牵连家人，我的命都是大小姐的。大将军不当了，世袭爵位不要了，战功赫赫，舍得吗？廖家世代保边关太平，如今太平盛世，英雄辈出，我不下，后来者怎么上？大婚当日，绕城3圈，送亲队伍行至荒郊窄道时，突然杀出数百流寇，廖征一把将我拽下花轿，利剑擦着他盔甲掠过，领头的流寇吼着：“廖征狗贼，还我兄弟命来！”场面顿时大乱。老子只要廖征狗命，新娘子赏你们玩。在一片混乱的哭喊中，马儿受惊，直冲悬崖飞去。跳！廖征声喊，与我一同坠车，滚到岩石缝隙中，马和车坠落。流寇抢夺了接亲的珠宝，拿不走的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迎亲队伍无一人生还。3个月后，江南某小镇一家药膳堂，2位养生者闲聊京城趣闻。听说没有，战功赫赫的廖将军和国公府长女大婚当日，流寇寻仇，被烧杀了个干净。廖将军和夫人都是好人啊，一个保边关太平，一个京城行医，怎么就……倒是三皇子收编了将军旧部，亲自剿灭流寇，为下属报仇，重情重义。什么三皇子现在是太子了？那国公府2小姐跟了三皇子，岂不是要成太子妃了？我低头捻腰，常运确实聪明，借我的死投靠了三皇子，这样也好，国公府至少能保全。系统检测到男主黑化进度0%。我的百草堂在小镇彻底火了，天没亮门口就排起长队，有来看病的，来学医的，还有一群专门来说媒的。
自从我治好了县令的顽疾，美名远扬，说轻的踏破门槛。叶姑娘，城北米铺陈家公子一表人才。叶大夫，我家侄儿在京城太医院当差。女菩萨看看我儿子，壮实能扛药箱。我统一回复，看病教学都行，催婚免谈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上辈子当牛马累到猝死，这辈子穿成国公府嫡女，好不容易财务自由，当然要专心搞事业。男人只会影响我捣药的速度。这日午后，我正教孩童们辨认药草，牙医突然闯进来，嚷着请我出诊。原来是巡抚夫人难产，稳婆说没救了。我拎着药箱赶到官衙，用金针配合自制药丸，硬是把母子俩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这事传开后，来说媒的更是挤满了小院。药材行的掌柜亲自登门，说要给我建医馆。书院院长暗示可以聘我当女先生。最离谱是盐商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，嫁过去就能管18间铺子。诸位的好意心领了，不过我叶婉婉立过誓，要救满1万个病人才论婚嫁。一句故意刁难的话，竟传开了，百姓更敬重我了。连小孩都学会喊姐姐读美，来学医的人越来越多。我顾不来，让邻居帮忙找了位教书先生。听说这位先生此前游离四方，所到之处推动改革，造福百姓，还给穷苦人免费写文书、打官司。这么有才能的人，怎么甘愿屈居我这小小医堂呢？我想一问究竟，却一连几日都没碰上他。是带学生进山采药，就是去邻村帮人写状纸了，但他来过的痕迹无处不在。漏雨的屋顶被补得结结实实，药架上的草药总被翻晒得恰到好处，连我捣药时坐的石凳不知何时垫了块软布。这天夜里，暴雨冲垮了后院墙，我跑去抢救药材时，看见个青衫少年正用雨伞护住药苗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衫，勾勒出清瘦的身形。他转过身，我看着这张1年未见的脸，顾燕生，他的头顶还多了个红色的进度条，99%。我腿一软，连连后退。黑化系统不是消失了吗？怎么突然拉满了？你是来杀我的吗？顾燕生说，1年前我大婚之日，他宿醉醒来，听到我的死讯，冲到城郊时，只看到满地尸骸。他仔细探查了那些尸骸的高度、骨骼比例，没有一个像我，不对，是没有一个像人的，像某种形体是人的动物尸骸。没错，那是我采毒虫时在山里偶然发现的一种类人猿尸骸。与廖将军策划了一场金蝉脱壳。大婚后，廖将军和他的心上人隐居山水，我则躲在这里做个闲散毒师。顾燕生果然聪明，他一看便知是假死，遍历山河找到了我。所以你是来杀我的吗？我是来囚禁你的。果然，我就知道这个狗屁系统不靠谱。什么增加男主好感度，降低黑化值自救，全是逗我玩呢。到头来，主线剧情还是得我死。就在这时，顾燕生不知从哪冒出来，一把将我拉进伞下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就扣住我的后颈吻了上来，又亲。这是杀前的凌辱吗？算了，他帅，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反正我都快死了，我怕谁啊？反正我都快死了，这可是我看小说时最喜欢的纸片人男主哎，不亲白不亲，还有什么凌辱手段？一起上！我破罐子破摔，主动回应。被系统恶搞的愤怒变成了放肆的发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顾燕生停下动作，注视着我。你要囚禁我，折磨我，动手吧！反派求生欲为0。我要把你囚禁在我身边，一辈子陪着我。你啊，就这样？叶婉婉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。啊，这是什么反派新死法？报复突然变成表白了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顾燕生的白月光官配不是庶妹常韵吗？难道因为常韵成了太子妃，她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跟和常韵3分相似的我在一起？一想到这种婉婉泪倾的替身文学，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。我猛地推开他，雨水瞬间打湿了我的全身。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我就是死也不当别人的替身，一辈子过委曲求全的日子。顾燕生把伞挪到我的头顶，自己站在雨里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像在等一个更满意的答案。顾燕生被我辞退后没走，他在我百草堂对面支了个摊子，免费给人写书信文书。我来开张时，他已经在磨墨；我熄灯时，他还在帮人写状纸。街坊都说顾先生心善，只有我盯着他头顶那根99%的进度条，心惊肉跳。这人坏心思很多，小孩来我这看诊，他送糖葫芦；老人来抓药，他帮念家书。最可气的是，他总把墨水洒我一地，在每日打扫。顾先生，
我这不缺打杂的，要杀要剐，你给个痛快。我说了，我要把你囚禁在我身边，和我在一起。可你喜欢的事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这天晚上，我出诊回来，刚走到巷口，一辆受惊的马车直冲过来，电光石火间，有人猛地推开我，巨响过后，顾燕生倒在地上，捂着他受伤疼痛的腿。你疯了吗？你的腿肌不能受伤。我不能再失去你一次了。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，没办法再次承受失去你的痛苦了。你的白月光不是叶长韵吗？因为我长得跟他相似。什么？他笑了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顾虑，误以为我把你当成了他的替身，才拒绝我的。他抓住我的手。我没有喜欢过叶长韵，是他一直纠缠我。自始至终，我生命里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我以前那么对你，所以你要用一辈子讨好我，补偿我，来赎罪。我激动的一把将顾燕生抱在怀里。原来我喜欢的纸片人也喜欢我，他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跟我表白。系统检测到男主好感度100%，反派自救成功，攻略男主任务完成200%，解锁终极奖励时空铜镜，宿主可携带一位家属穿梭任意时空。原来顾燕生头上的红色进度条是好感进度啊，他不黑化了，还爱上我了。一面铜镜掉落在地上，我捡起来，穿梭至任意时空。顾燕生，你想不想去我的世界看看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哪都可以。3年后，江南茶楼的说书先生最爱讲这段奇闻。今日不说帝王将相，单表一对神仙眷侣顾先生与叶娘子。那位顾燕生年少时便是搅动风云的天才谋士，却甘愿大隐于世。3年前北疆战事将起，他孤身入敌营，舌战群雄，最后规划出丝绸之路，以商代兵，换得边关10年太平。其妻叶婉婉更绝，瘟疫横行时，他以毒攻毒，救人无数，更在江南建起药田，使百姓无惧病痛。只是二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可遇不可求，常有达官贵人动用全国势力，就连天子踏破山河也不见踪影。茶客唏嘘，无人留意角落里我和顾燕生执手品茶。时空镜的另一边，现代某医学颁奖礼上，读理学泰斗的叶婉婉正接过奖杯，台下西装革履的顾燕生与领奖台上的他相视一笑。